国内投资美股的时候呢，大家经常比较 GQII 基金的跟踪误差，认为跟踪误差越小越好，否则就是基金公司偷吃收益。我们在评测国内纳指100、标普500的时候呢，并没有将跟踪误差列为主要指标，而是采用累计回报作为最重要的指标，主张费率越低越好，费率一样，规模越大越好。那么咱们这一期节目呢，就带着您一起来拆解指数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累计偏离度以及跟踪误差。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纳指基金的比较标准。大家在看天天基金网的时候呢，指数基金一般都显示跟踪标的是什么，年化跟踪误差是多少。比如广发纳指的年化跟踪误差是 1.03%， 跟踪标的是纳斯达克100指数。基本上所有纳指基金都是显示跟踪纳斯达克100指数，但究竟是纳斯达克100总收益指数还是价格指数，是否经过汇率调整，我们还需要翻看基金公司的季报才能够了解详细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广发纳斯达克2025年4季度的季报。我们画红色的呢有2行，第一是业绩比较基准，也就是汇率调整后的纳斯达克100指数。第二是投资目标，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0.2%，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2%。 这里业绩比较基准就是跟踪标的。其次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纳指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首选呢，我们就看业绩比较基准。我们可能想当然的认为所有的国内纳指100都是采用同一比较标准，比如纳斯达克100指数，这样进行比较才有意义，大家采用同一把丈量的尺子。实际上呢，国内纳指的业绩基准五花八门，大多没有可比性。我们找一下基金的季报，看看作为业绩比较基准的纳指100在2025年累计回报到底是多少。汇总一看呢，会吓一大跳。国泰纳指和广发纳指认为纳指100的累计回报是 18.34%，国泰纳指160213呢认为是 21.02%， 是的，没看错，都是国泰基金。而嘉实招商、华安、大成都是 17.5%， 华夏纳指513300认为这个数呢是 15.11%， 真是此纳指非彼纳指。那么我们从高到低看一下，进行一下溯源，各个基金公司所采用的业绩比较基准到底是什么？国泰纳指160213的比较基准是原始的纳斯达克总收益指数，即 XNDX， 就是包含红利在投资的指数，未经过汇率调整，2025年累计回报 21.02%， 是 XNDX 的美元原始回报。第二呢，国泰纳指513100和广发纳指159941，季报显示是汇率调整后的纳斯达克总收益指数，实际上是经过汇率调整的 XNDX， 2025年美元贬值 2.22%， 汇率调整后是 18.33%。然后呢是嘉实招商、华安、大成纳指的业绩基准是汇率调整后的纳斯达克100指数收益率，也就是 NDX 是价格指数，不进行红利再投资。NDX 2025年的回报是 20.14%， 2025年汇率贬值 2.22%， 得出 17.47%， 近似于这几家采用的 17.5%。至于华夏采用的 15.11%， 没有办法拟合，估计是采用 NDX 在汇率上做文章，可能是按照人民币汇率实际价计算估值的。举例说明一下 NDX 的汇率调整计算。那么从这个公式呢，我们可以得出是 17.47%。国内的纳指基金普遍采用汇率调整，汇率的波动拉长时间，具备不确定性。比如2025年美元贬值 2.22%， 而2023到2025年3年期美元是升值 0.92%， 2021年到2025年5年期升值 7.72%。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早期成立的国泰和广发还是比较实在，选取了回报更高的纳斯达克总收益指数 XNDX 作为比较基准，计入了红利再投资，这样会造成追踪偏离度呢会被放大。而最近几年新成立的基金普遍选择 NDX 价格指数作为比较基准，减少了跟踪偏离度。跟踪偏离度呢是一个直观的差值，我们在0507国内美股科技基金评测的时候曾经采用过，一年的累计偏离度等于基金一年累计收益减去业绩基准一年的收益。比如广发纳指2025年累计回报是 16.41%， 纳指回报是 18.34%， 两者相减呢得出的 1.93% 就是广发纳指2025年累计偏离度。累计偏离度会随着时间的加长逐渐加大，广发3年的累计偏离度是 11.45%， 5年是 15.39%， 成立以来是 191.27%。 追踪偏离度是个直观的指标，能够判断回报的直接差距在季度里就是1减3这一项里。国内纳指的跟踪标的不一致，这个累计偏离度只有采用同一业绩比较基准的 ETF 才有意义。比如国泰纳指513100和广发纳指1599941都采用调整后的纳斯达克总收益指数 XNDX， 具有可比性。而嘉实招商华大成纳指的业绩基准是汇率调整后的纳斯达克100指数收益率 NDX， 具有可比性。所以结论呢，就是简单的比较累计偏离度是没有意义的，必须是业绩比较基准相同才有意义。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年化跟踪误差这个指标有没有意义。国内主要基金平台，比如天天基金、蚂蚁财富等，在展示基金详情的时候呢，其年化跟踪误差数据是提取过去252个交易日的每日净值增长率与法定业绩基准收益率的差值，也就是日跟踪偏离度，通过计算其标准差并进行年化处理得出的。这个业绩基准是基金公司自己的设定，而非由平台统一进行标准化计算的。年化跟踪误差呢是一个标准差，等于跟踪偏离度的标准差的年化值。它是根据历史跟踪偏离度的经方回归来揭示基金收益率围绕标的指数收益率的波动特征。计算公式呢如下图，跟踪误差是偏离度的标准差，用于评价基金围绕业绩基准的上下波动率。一般呢，基金公司在年报和季报中均不披露年化跟踪误差的数据，只有个别基金，比如易方达的纳斯达克100会公布年化跟踪误差，这个数据是第三方平台自行计算的，而给出的参考。我们来区分一下，跟踪偏离度 tracking difference 就是偏差，那么跟踪误差 tracking error就是偏差的波动标准差，反映的是稳定性，也是波动性。只有采用同一业绩比较基准评价偏离度和跟踪误差呢才有意义。比如天天基金显示的广发纳指的跟踪误差是 1.03%， 摩根纳指的跟踪误差是 2.17%。 你看到这里呢，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广发纳指比摩根纳指的回报好。但是我们看2025年4季度报告，广发纳指2025年的累计回报是 16.41%， 摩根纳指是 16.85%， 而两者分费率的差值是 0.4%。问题呢就出在比较基准上，广发的业绩比较基准是经过汇率调整后的100% XNDX， 而摩根的业绩比较基准是 95% 的汇率调整后 NDX 再加 5% 的活期。所以呢，国内主要的基金平台，比如天天基金，显示的是年化跟踪误差，是根据各个基金公司自己披露的纳指业绩比较基准为依据进行跟踪误差计算的，而不是网站统一采用同一个基准，比如统一用 NDX 价格指数进行标准化计算。一般指数基金所采用的累计偏离度年化跟踪误差在 QDII 类的纳指100上没有意义，这是由于比较基准上选择不同，没有办法进行客观比较。
所以呢，要想做业绩比较呢，还是要回到我们在0497里采用的累计回报做评测。国内纳指100的投资呢，建议不要过多关注偏离度、年化跟踪误差等常用指数基金指标，也不要过多关注汇率、溢价等外部因素，而是需要呢多看一看真实的累计回报数据，采用费率优先、规模优先的原则进行选择。纳指呢具有高波动性，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请记得关注、点赞、转发，我们下期再见。